新出的这么一款狂飙的床图，这一回的金属色呢，它采取的是一个漫画的造型方式。我也是期待这一款，期待了很久了。盒子的外包装，漫画狂飙的一个柜子放在这里，侧面这里和背后都是一些玩具的实物照片，非常帅啊！而且这个拍出来的风格吧，特别有日本上个世纪的那种剑戟片的那种感觉，座头市的味道。一份纸质的说明书，线稿的指示，我们之前也看过了，变形指示还是很详细的。有4个造型手吧，毕竟那2个是可以一体变形的，已经插在上边了，还有2个张开的手型。这一回的版本里边没有枪，而是2把武士刀，一长一短。额外还有2个裙甲的配件是可以插在飞机上的，我已经放在这里了。为什么这回的机鼻尖没有翻出来呢？我着重看了一下，这回 NA 在这个地方贴了一个 QC 的标志贴，我这个也是刚开盒啊 ，QC 还没撕，它专门放在了这个尖刺的位置上，把它拆掉。现在的这些第三方公司啊，能把 QC 标志贴出来的真不多。像同样的位置贴 QC 的，之前的 FT， 现在的 NA， 贴这个 QC 嘛，总会让人觉得放心一些。因为这一回的狂飙采用的是金属配色，所以这一回的颜色会特别的漂亮。整体的飞机采用了这种紫色的金属漆涂装，非常的亮丽。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机背后的这一块吧。之前在原色版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有分件色的，这2块板子跟其他机身的颜色是有出入的，所以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地方有点乱了啊。不过有一些设定图嘛，其实也是当时的设定的几个方案啊，可能有点不太一样。而这一次金属色的黄标，通体是这种金属紫，所以这个背后看起来会更整齐一些。2个脚筋是合金件，起落架前方这里是合金件。透明的座舱，血红色啊，可以映射出来里边的一些东西，感觉像是有那个驾驶室的那个机械的质感的味道。其实里边是轴，因为这一次是个武士狂飙嘛，所以它这回会有2个裙甲，而裙甲是可以搭载在飞机上的。所以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一体变形出来的，其实这是一个插拔件，但是插在这个位置吧，因为只有单向的一个卡扣啊，插在这个地方。本身这个下方有一个活动轴，这边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地方，所以呢放在这里其实松松垮垮的，效果并不太好，只是为了一个收纳而收纳的位置啊。所以呢我建议飞机形态下还是拔掉吧，毕竟这个样子的狂飙才是狂飙嘛，前略一压这样飞。好了，飞机形态也看得差不多了，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吧。首先把后方的起落架放回去，所谓起落架其实也是2个失重的小板子啊，并没有轮子的刻画。前方的起落架我们就不用收了，因为一会儿要翻头上的这个尖刺，鼻尖这里的这个天线啊，这算什么？算天线还是算空速管？无所谓了，变形金刚的设定毕竟是个外形战机。好，然后我们从下方这里看，先往出推2只脚丫子，推到头，把2个合金的脚尖儿很亮啊，翻出来。接着从这个地方往开拆卡扣，往下拨一下，拆开手腕部分的卡扣，以及在腋下这个地方有一个7形钩。接着再继续拆，横向拆开这个位置的卡扣，整个的打开。好，完全的延展开，我们旋转180度折叠放上来卡住。好，就变成一个摆了肌肉猛男造型的飞机了。接着滑动这里的滑扣，把这里脱开，双段关节 Z 折叠，把这里挪开。胳膊转一转，转一下这个2头肌的关节，让这个关节放过去。手腕转正，然后把这个尾翼的部分转到侧面来，一条胳膊变出来。另外一边也是卷开，划开这个卡扣，撸正，接着从2头肌根部这里旋转过来，接着再把这一面旋转到外侧来，
手腕拧一下，好，翅膀双折叠放好，然后我们往开拆这块的卡扣，机舱盖后方整个打开，把腰部往下折叠，然后拆开后方这里合并在一起的卡扣，脚后跟这里的卡扣拆开，然后 Z 字折叠，两个前小腿板就可以卷过来了。中间的卡扣打开，两条腿分瓣，把这里翻起来，一块面板，后边的这一块折回来卡住，然后跟前方链接，卡扣定上，这边的卡扣插一下，脚踝下方的卡扣卡上，卡上以后也是不影响接地的，因为这个接地在外侧。另外一面也是立起来这片板，把后边的这个翻过来盖上，然后3个卡扣把腿前后合并，下方这里再锁一下，各种的维度咬合，让这条腿完全的包起来，然后往前打裙甲，提胯部，腰部回归，下半个就变完了。接着我们刚才起落架并没有收回去啊，为的就是这2个尖刺出的时候不阻挡。打开整个的后盖 Z 字折叠拉出来，这个时候收起落架，翻转向内，鼻尖双关节翻向外，叠起来，180度旋转，贴好，然后通过这个双关节的折叠缩到肚子里去，卡住，脑袋拧过来，武士头盔的那2个刺儿打开。而这个时候，武士漫画标的标志性裙甲你得给它插上。也是可以有2个卡扣的，把腰上卡上刀子。整体来说，和之前的那一款狂飙变形是几乎差不多的，只不过多增加了2块裙甲之后，还有头上头雕整个的一个更换，让这个刺刺的造型不太一样了。面雕也是尽显漫画里边那个骷髅武士那张帅气的脸，非常非常棒。美型度方面来说，造型、配色以及金属涂装的处理都是我非常满意的一款。唯一让我觉得有点可惜的就是这个武士裙甲它并不可以一体变形，就是想象一下，如果说能不能加个什么结构，但是我觉得这个结构已经把它圈住了，如果说再要增加什么连接感的，可能工程量也太大了，索性最后就做了一个插拔的裙甲，这一点让我觉得有点可惜，并不能实现一体变形的漫画狂飙，也没有办法嘛，它毕竟是用那一款原色的一个动画造型的狂飙啊强改出来的，所以其实漫画狂飙和动画狂飙的造型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因为手腕变形关节它是往下折的，所以呢它握刀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往下撇一点角度啊，可以甩刀的这么一个姿势。摆在这里看的话，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很好看啊！其实这一款就是颜值摆在这里，你无论扭一个什么样的造型，随随便便往那一放，它就已经很帅了，还是挺有味道的。唯一有一点出戏的就是，可能后背这颗螺丝孔啊，螺丝的这个位置，挺碍眼的吧。甚至双手握刀的这个姿势也挺标准的嘛。摆出来的一些姿势还是非常的盛气凌人的。这2个裙甲无法实现一体变形，作为一个插拔变形啊，着实让人有一点点的不爽。但是看在这个美型度的份上嘛，也就原谅它了。当年啊，为了这款狂飙，我真的没少花钱。比起来现在这些第三方的产品啊，当年买这个狂飙的时候，经典 1.0 的狂飙本体价格已经炒起来了。而且我当时为了配这个颜色啊，我当时是买了一套挡板，而这个挡板是一个套装，挡板和狂飙的一套漫画造型的配件包组成了一盒。
当时这一套我花了我忘了多少钱吧，可能也得300-400块吧。当时 MT 的那个价格，大家现在也能想象得到啊。这个小挡板可能花了300-400块，但是回头呢，其实我的主要目的是想要一个漫画造型的狂飙，然后为了这套配件包，我又去追经典 1.0 的狂飙，而当时的狂飙价格已经炒得挺贵的了。我这个主体一共买了3套不同的版本，我只为了配一个最相近的颜色。美版、日版，当时还有一个亚洲限定还是什么来着，我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记得是一个跟补天士的套装，还是跟热破的一个套装里边拆出来的。反正我前前后后买了3个狂飙，来回的试，我终于配出来了一套我颜色比较满意的。所以为了这套配件包，我又买了3个狂飙。结果最终呢，配下来呢，个人感觉在那个年代来说，这狂飙已经很满意了。但是呢，随着第三方的慢慢发展，如今的这款狂飙可能已经开始慢慢被时代淘汰了吧。而现在呢，第三方小比例这边做出来的漫画造型的狂飙，非常满意了。其实可见啊，我这个人对于狂飙这个角色还是挺热衷的。而曾经呢，也是为了这个狂飙和挡板所搭配出来的这个 CP 感啊，不惜买3套狂飙来配颜色。但这回呢 ，NA 的这个非常满意。大比例这边嘛，因为有 FT 的狂飙，而且 FT 狂飙里边也做了漫画的裙甲和头雕，甚至于 FT 的那个你可以不需要拆件，就是漫画的原形态，你就可以一体变形出来，那感觉会更棒。但是小比例这边，我愿意用 NA 的这个来取代漫画里边所搭配的狂飙的角色，这个已经非常棒了。再加上这身漂亮亮闪闪的这个金属的漆面，给人的这种质感吧，甚至来说，我相信我将来以后也不会去怎么变它，因为第一个变形完了你还得拆裙甲，然后扣在身上插拔变形；第二个我也舍不得这一身漂亮的金属漆呀，我索性了想过手瘾，我拿原色的狂飙变就可以。而这款漫画的狂飙更多的以后只是一个人形的摆放在柜子里边的一个展示吧，摆一个帅气的造型放在那里，或者说过几天吧，换一个姿势了啥的，就这款冲人形我已经非常满意了。那么得嘞，这款新出的 NA 重涂的金属配色的漫画造型狂飙就是这样了。